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白滨龙太郎博士所著的《深度睡眠的习惯》这本书。在忙碌和疲惫时，许多人反而无法顺利入睡，或者无论睡了多久，仍然感觉疲劳没有消除。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困扰，即使工作需要早起，却还是无法入睡，而一旦开始工作，却又突然感到困倦。这样的情况是否也曾发生在您身上呢？这种时候，越是着急想早点入睡，越是无法入眠。本书由白滨医生所著，他曾成立睡眠呼吸医疗护理诊所，并为奥运会选手村提供睡眠支持服务，活跃于国际舞台。他在书中详细解说了帮助所有人获得深度睡眠的秘诀。这本书对于任何有睡眠困扰的人来说，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指南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长时间睡眠并不能消除疲劳，即使只睡4小时，也能获得优质睡眠的真相。第二，睡前闻一闻某种香气对深度睡眠的惊人效果。第三，中午犯困的人只需做到这几点，快速改善白天困倦的3大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长时间睡眠并不能消除疲劳，即使只睡4小时，也能获得优质睡眠的真相。睡眠大致可以分为2种：快速眼动睡眠 （REM 睡眠）和非快速眼动睡眠 （NREM 睡眠）。大家可能对这些术语有些印象。REM 是指睡眠中眼球运动的现象，当眼球在睡眠中开始活动时，这就是处于 REM 睡眠的标志。在 REM 睡眠中，尽管身体处于休息状态，但大脑却非常活跃，负责整理清醒时获得的信息，并将其固定为记忆。脑内信息的整理有助于缓解压力。当我们做梦时，通常处于快速眼动睡眠 REM 睡眠阶段。由于这种睡眠较浅，受到光线或声音等外界刺激时，容易醒来。另一方面，在非快速眼动睡眠 NREM 睡眠期间，大脑和身体都处于休息状态。NREM 睡眠根据深度可分为4个阶段，其中最深的睡眠被称为深度睡眠或慢波睡眠。是否进入深度睡眠，对我们的睡眠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此外，入睡后4小时内是否进入深度睡眠至关重要，因为在这段时间内， REM 睡眠和 NREM 睡眠交替进行约4至5次，而深度睡眠最常出现在睡眠初期的前2次 NREM 睡眠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前4小时内进入了深度睡眠，睡眠质量就会显著提高。相反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进入深度睡眠，即使睡得再久，也不会感到疲劳消除，醒来时也不会神清气爽。大家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即使只睡了3-4个小时，却感到头脑清晰，一整天精力充沛；而即使睡了10个小时，依然觉得疲惫不堪。这是因为睡眠质量主要取决于最初的 NREM 睡眠阶段是否进入了深度睡眠。因此，与其专注于增加睡眠时间，不如专注于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深度睡眠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REM 睡眠有助于缓解压力，因此短时间睡眠可能不足以完全消除压力。REM 睡眠在睡眠的后半段增加，因此3到4小时的睡眠不足以确保获得足够的 REM 睡眠。这意味着，虽然深度睡眠对身体和大脑的恢复非常重要，但压力的缓解则依赖于后半段的 REM 睡眠。短期来看，3到4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可以缓解身体和心灵的疲劳，但从长远来看，确保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仍然是理想的。记住，身体和大脑的恢复在最初3到4小时的深度睡眠中完成。那么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无法获得深度睡眠呢？白滨医生指出，体内生物钟紊乱是一个主要原因。地球上的生物天生拥有体内生物钟，决定了我们在不同时间段的生理需求。这种24小时的节律被称为昼夜节律，正是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对象。比如，到了晚上我们会感到困倦，而早上醒来，
这是由昼夜节律决定的。自律神经的运作、体温的变化、荷尔蒙的分泌等，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都遵循着体内的生物钟。而每天帮我们重置这个节律的，就是太阳光。由于昼夜节律的周期略长于24小时，如果没有太阳光的重置，每天我们的入睡时间就会逐渐延后。也许你已经想到了，我们的生物钟是根据光线运作的。然而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，夜晚也暴露在明亮的光线中。电脑、手机、电视的光，这些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刺激大脑中的松果体，扰乱重要的睡眠荷尔蒙褪黑素的分泌，结果就是体内生物钟被打乱，导致想睡也睡不着。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，光线调节着我们从活动到睡眠的整个身体节律。要想清晨迅速清醒，晒太阳是最重要的。刚从睡眠中醒来的身体，就像刚启动的汽车一样，自律神经的平衡倾向于副交感神经，后者像刹车一样，使身体放松休息，而交感神经则像油门，帮助身体变得精力充沛。这时，强烈的太阳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减轻困意，激活交感神经，从而让我们的身体完全苏醒。早晨如果充分接受太阳光照射，体内的生物钟就会被准确的调节。人的大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随着清醒时间的增加，大脑的活动会逐渐变得迟缓。一旦生物钟完成了重置，大脑很快会进入活跃状态。大脑的活动高峰期来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早，通常在醒来大约4小时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早上7点起床，那么大脑的活动高峰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。我们之所以在上午能够更专注的工作，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处于大脑活动的巅峰期。当大脑的表现在上午达到峰值后，随后就会逐渐下降，到了晚上，自然就会感到困倦。如果从荷尔蒙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过程，白天，自律神经的平衡由大量分泌的血清素5羟色胺来维持。这种血清素是夜间分泌的睡眠荷尔蒙褪黑素的前体。到了晚上，血清素会转化为褪黑素，带来困意。而血清素的分泌依赖于阳光的照射，白天多晒太阳，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增加；晚上血清素减少，褪黑素分泌随之增加。阳光是启动这一血清素褪黑素循环的开关，只要这个循环每天正常进行，早晨醒来时就能感到清醒，夜晚则自然感到困倦，从而形成一个健康的作息节律。因此，为了早晨提高活力，建议可以通过在附近散步等方式进行轻度运动，同时晒太阳。这是因为晒太阳5分钟以上的运动能够促进血清素的分泌，而血清素是褪黑素的前体，血清素分泌的越多，夜间褪黑素的分泌也会相应增加，从而帮助我们获得高质量的睡眠。血清素和褪黑素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睡眠机制的关键，大家务必要牢记这一点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睡前闻一闻某种香气对深度睡眠的惊人效果。我将详细讨论如何具体获得高质量的睡眠。在第1章中，提到了睡眠开始后的4小时内出现的深度睡眠的质量决定了整体睡眠质量。我将具体介绍一些 NG 的睡前行为，以及相反能够提升睡眠质量的行为，分为以下5个部分来讨论。1. 过量饮水绝对是 NG 行为。2. 睡前不看手机，100%提升睡眠质量。3. 不要在睡前刷牙。4. 利用薰衣草或咖啡豆的香味。5. 泡澡应在睡前1小时半之前进行。让我们详细看看每一个部分。首先是过量饮水，绝对是 NG。睡前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喝太多水，原因非常简单，会导致频繁上厕所。如果您正享受着良好的睡眠，却因为尿意醒来，这无疑是非常可惜的。特别是那些自觉有频尿问题的老年人，应该格外注意。睡前摄入大量水分会妨碍深度睡眠。理想的做法是在晚饭时补充水分，并在睡前上厕所解决。顺便提一下，特别要控制的饮品就是酒精。
虽然喝酒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困意，但酒精的利尿作用会让您更频繁上厕所。此外，酒精在睡眠期间分解时会刺激交感神经，导致身体和大脑无法完全放松。如果要饮酒，最好在睡前3小时停止饮用，并且睡前1小时内不要喝茶或咖啡。对于对咖啡因敏感的人来说，建议至少在睡前3小时停止饮用为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第2点：睡前不看手机，100%提升睡眠质量。睡前不该做的第2件事就是使用手机。负责诱导自然睡眠的激素褪黑素，通常在傍晚时开始分泌，越黑暗，分泌量越多。而相反，强光则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尤其是蓝光，它会强烈刺激大脑，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扰乱体内生物钟，导致想睡却睡不着的状态。根据中国一个研究团队的调查，仅通过限制睡前使用手机，就能带来显著效果，平均能提前12分钟入睡，总睡眠时间增加18分钟，入睡前的困倦感增强，早上起床时感觉更好，记忆测试的准确性也有所提高。仅停止睡前玩手机就能带来这么多好处。建议最晚在睡前30分钟停止使用电视和手机。理想情况下，晚餐后如果还要使用电视或手机，建议戴上蓝光过滤眼镜，或者将设备切换到夜间模式。此外，光的颜色与睡眠也有密切关系。一般来说，能够放松身心的光是色温较低的暖色调，特别是温暖的橙色光能引导人进入舒适的睡眠状态。因此，建议在睡前将照明切换为暖色系光源。理想情况下，睡眠时最好将房间完全黑暗。不过，如果是天花板上的小灯光或脚灯之类的微弱光源，问题不大。如果您在睡觉时感到不安，开个小灯也无妨。接下来我们讨论第3点：睡前不要刷牙。有很多人在上床睡觉前有刷牙的习惯，但研究表明，睡前刷牙会妨碍高质量的睡眠，因为牙龈受到刺激后，褪黑素的分泌量会减少。由于褪黑素受到抑制，身体的睡眠模式会被打破。理想的刷牙时间是睡前1小时左右，这个时间刷牙既能保证口腔卫生，也不会让您在入睡时感到口腔不适。如果您仍然对口腔感到不适，可以尝试用水漱口。接下来我们讨论第4点：利用薰衣草和咖啡豆的香气。为了确保优质的睡眠，需要让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，使身心处于放松状态。在这里，推荐使用薰衣草的香气。薰衣草因其催眠效果，甚至被用于治疗失眠症。全球各国都在研究它的功效。在日本，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脑波实验中，研究发现，使用薰衣草香味的床单能够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。此外，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咖啡豆的香气可能也对睡眠有良好的影响。虽然咖啡本身因咖啡因的兴奋作用会妨碍睡眠，但咖啡豆的香气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，起到放松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讨论第5点：睡前1个半小时泡澡。困意的出现是由于体内深部体温下降。深部体温的变化有一个特点：如果在体温下降之前先使其升高，那么体温会下降得更深，进而带来更强烈的困意，从而帮助您更好地入睡。换句话说，通过调整深部体温，使其在睡眠前降低，可以更容易入睡。因此，建议在睡前1个半小时至2小时进行泡澡。泡澡时，体温会上升，出浴后随着体温下降，困意也会随之而来。顺便提一下，相比热水短时间浸泡，更推荐用温水慢慢泡。热水短时间浸泡只会使体表温度上升，而不能有效温暖身体深处。慢慢泡温水可以使身体深处也得到充分温暖，帮助更好的放松和入睡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午后犯困的人只需做这些显著改善白天瞌睡的4个秘诀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工作时会不小心犯困，尤其是午饭后的下午1点会议，即便知道不能打瞌睡，还是忍不住打盹。前一天晚上
可能因为聚会喝多了，第二天瞌睡变得更加难以忍受。现在我将具体解释如何控制午后瞌睡的问题，分为以下4个部分：一、不要熬夜工作；2、正确的午睡；3、提神咖啡要喝热的；4、午餐要少吃碳水化合物。接下来我们详细看看每个部分。首先是不要熬夜工作，有时工作量太大，不得不加班到很晚，处理突发问题或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工作。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经历。然而，熬夜显然对身体极为不利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至少要保证3到4个小时的睡眠。如果时间真的不够，那么最好的策略是按正常时间上床睡觉，第二天早些起床继续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与其熬夜工作到凌晨3点，再睡到早上7点，不如在晚上12点就休息，然后早上4点起床继续工作，这样疲劳恢复得更好，工作效率也会更高。人类通过睡眠恢复身心的疲劳，并修复和再生身体，尤其是生长激素，由大脑的垂体分泌，它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至关重要。而生长激素的分泌开始于深度睡眠的阶段，正如我在第1部分中提到的，深度睡眠发生在最初的非快速眼动 NREM 睡眠阶段，因此睡眠的前4个小时对于消除身体疲劳至关重要。当然，要彻底缓解压力，仍然需要7至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。然而，当您工作繁忙时，至少要确保按正常时间上床睡觉。通过提高睡眠质量，最大限度地利用3到4个小时的睡眠来恢复身心的疲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2点：正确的午睡。白斌医生指出，短暂的午睡大约15到20分钟，对提升白天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有着惊人的效果。或许你会感到意外，午睡前喝一杯咖啡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咖啡豆的香气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，使人感到放松，尤其是在感到疲倦或睡眠不足时，咖啡的香味可以让您适当地感受到轻微的困意。另一方面，咖啡中的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，消除困意，并让您精神振奋。关键在于，虽然闻到咖啡香气时会立刻感到放松，但咖啡因发挥作用需要大约20到30分钟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咖啡的放松作用与其提神效果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。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个时间差，既享受睡眠带来的身心恢复，又能利用咖啡因的提神效果。午餐后您将感到头脑清醒，工作效率也会显著提升。顺便提一下，午睡的最佳时间是下午1点左右。大多数公司的午休时间通常设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。所以，您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小睡一会儿。接着，我们来看第3点：提神咖啡要喝热的。提神用的咖啡，其实热咖啡和冰咖啡的效果是有区别的。热咖啡比冰咖啡更快发挥咖啡因的提神作用，因为热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更高，而且冷也会导致小肠黏膜的毛细血管收缩和胃部运动减缓，吸收效率降低。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咖啡为什么能提神？这是因为咖啡因会阻断一种叫腺苷的睡眠物质的作用，从而驱散困意。但这种效果只是暂时的，大脑其实仍然需要睡眠。换句话说，咖啡因的提神作用只是在短时间内欺骗大脑。当咖啡因的效果消失后，困意会迅速袭来，注意力也会显著下降。如果此时再喝咖啡或能量饮料来提神，反复多次会导致咖啡因成瘾的风险。为了避免午后犯困，最重要的是调整生活作息，确保夜间有充足的睡眠。依赖咖啡提神只能作为应急措施，不能常态化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第4点：午餐要少吃碳水化合物。饮食也是导致犯困的因素之一。进食后，血糖会上升，胰岛素会分泌来降低血糖，而胰岛素的分泌自然会引发困意。吃得过饱后突然感到困倦，正是胰岛素在发挥作用。摄入糖类，如白米、意大利面、乌冬面、拉面、
面包和糖，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，胰岛素也会大量分泌。如果您在午餐时大吃一顿或吃了拉面，那么到了下午1点的工作时间，你很可能会感到强烈的困意。因此，建议午餐尽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多吃蛋白质和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特别是为了下午有充沛的精力。提供身体所需能量的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。实际上，摄取高蛋白质食物的最佳时机并不是晚上，而是中午。此外，像火锅这样的热汤菜肴，或者大量使用香料的辛辣食物，也应该尽量避免在中午食用。尽管它们似乎能通过热量或刺激让头脑清醒，但实际效果却是相反的。如果白天深部体温上升，体内的生物钟节奏可能会被扰乱，不仅白天容易困倦，晚上也会难以入睡。实际上，午餐的内容与日间的困意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因此建议您重新审视午餐的构成，尽量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。另外，也顺带谈谈早餐。早餐应选择富含色氨酸、高钯等营养素的食物，这些成分有助于合成褪黑激素。像纳豆、豆腐等大豆制品、牛奶、香蕉和酸奶都是早餐的好选择。如果您在早餐中摄取了这些食物，夜晚就能充分合成睡眠激素、褪黑激素，自然也会更容易感到困倦，进入睡眠状态。以上就是关于日间困意的详细应对方法。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您改善困意问题，保持全天的精力充沛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